想睡吗？不妨听听我说的故事。我需要你闭上眼，想象我说的故事场景，身临其境。深夜请闭眼。1999年秋天，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，卡洛斯和奶奶住在父母生前留下的房子里。卡洛斯从小失去双亲，成年后对自己的父母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，于是卡洛斯在网络上购买了一部二手相机。他不想再失去任何记忆。卡洛斯报名了镇上的摄影班，非常的认真上课，把每天拍摄的成果都好好的存在电脑里。某个午后，摄影老师带领学生到了一个公园，当天是拍摄昆虫类别。卡洛斯学习得很快，拍摄技巧也非常的熟练，拍了蜻蜓、蝴蝶、蜜蜂、毛虫，连最难拍的鸟类捕捉的画面都相当精准。回到家与奶奶分享他所拍摄的照片。隔天起床，卡洛斯眼睛睁开，看到一只蝴蝶从枕头边飞走。卡洛斯相信这是他的母亲回来看他的。今天没有摄影课，卡洛斯也没有闲着，他走到热闹的市区里，拍摄一些街景、水果摊、鱼贩，还有人拿一把欧元往天上一丢。当然，卡洛斯也捕捉到花洒欧元这一幕。傍晚回家后，奶奶留了点钱给卡洛斯，要他去超商买几颗柠檬。今晚是卡洛斯的生日，奶奶为他做了鲑鱼排和柠檬塔点心，和奶奶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。不幸的事来了，隔天起床，餐桌上还留着昨天剩下的食物。卡洛斯心想，可能是奶奶昨天太累了，还在休息，准备好摄影课的配备，想和奶奶道别一声。走进房间，看到奶奶倒在地上，卡洛斯紧张着摇着奶奶，奶奶没有任何一点动静。卡洛斯非常的沮丧，他不敢面对唯一的亲人也离开了自己。他坐在街道上的椅子，哭了好一阵子。等到心情平稳了一点，才看到满地的泪水，泪水挡住了蚂蚁的去路，蚂蚁的路线被打乱了，开始乱走了起来。卡洛斯拍下这一刻，因为此刻的心情就像是蚂蚁一样乱成一团。回到家后，相关人员把奶奶的遗体运走，桌上留下前一天的餐盘与奶奶的回忆。卡洛斯整理一下桌面，此时食物上已经有些许果蝇和蚂蚁。卡洛斯回到房间，看了看这几天拍摄的照片，却很遗憾的是，没有一张奶奶的照片。当卡洛斯反复观看自己的作品时，心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隔天，卡洛斯带着相机再去了一次市区，他拍摄体育用品店里的足球和街道上的车子。卡洛斯拍完立刻回家，不到3分钟，两个孩童在路边踢着足球，没想到一名孩童把足球踢进卡洛斯家中，玻璃窗也碎了。另一名孩童急忙地跑向卡洛斯家中，没看到高速开来的汽车，导致汽车驾驶急转避开孩童，也撞进了卡洛斯家中。卡洛斯没有太意外的表情，反而是很冷静。等警察离开家中，卡洛斯打开电脑，查看一下当时购买二手相机的卖家，并查到了卖家地址，决定去找卖家问个清楚。原因是这个相机被诅咒了。购买相机的隔天，卡洛斯拍下了蜻蜓、蝴蝶、蜜蜂、毛虫、鸟。隔天家里就出现了蝴蝶往外飞，窗边有个毛虫，鸟正准备吃它。屋檐下多了个蜂巢，有蜻蜓停在上面。第二天拍摄到水果摊、鱼贩、欧元。回到家，奶奶给的欧元，买了柠檬做柠檬塔，以及晚餐的鲑鱼排。第3天拍摄地上的蚂蚁，回到家隔天的食物就有蚂蚁。第4天的足球和车子也都验证了，只要相机拍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卡洛斯家中。卡洛斯再也待不住了，查到地址就立刻前往塞特尼尔的一个小镇。卡洛斯到了该地址，敲了敲门，门似乎没有锁，自己开了。卡洛斯进到屋里，看了一下四周，厚厚的灰尘覆盖了所有的物品，看起来就是多年没人住过的房子。卡洛斯随手拍了几张屋内的照片，还有桌上的钥匙。回到家后，把相机的照片传到电脑里。此时大门电铃响了，卡洛斯打开门，是一个送快递的。看了一下寄件者的地址和卖相机的地址是同一个。打开包裹是一只钥匙。卡洛斯回到电脑前，查看一下他随手拍的照片，没想到拍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。另一张照片出现了3瓶酒，最后一张出现了一个楼梯。
这些画面都是现场没有的。此时，电脑画面跳动了一下，荧幕黑屏了，出现了和照片一样的白色身影，对着卡洛斯说：“仔细想想相机的功能。”说完这句话，白色身影就消失了。卡洛斯想不透这句话的意思，决定重返卖家的屋子，找寻线索。